嗨，各位好，我是 Joe。今天我们来继续开箱我们的机械键盘。这次的键盘呢，来自我们的好朋友 Learboard。然后我手中这把呢，就是他们的 HiBar SE。之前的 HiBar呢，我总共买了3把，因为呢，我真的喜欢它这把键盘。然后他们这次出的这个 Super Edition， 对，不是那个 iPhone 的 SE， 它是他们的 Super Edition 超级版本。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外包装已经变得不太一样了，他们好像整个换代工厂。不过据说这把的键盘的声音表现还是一样的优秀，超好听的机械键盘。所以呢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让我们来开箱这把键盘吧，看看它经过改版之后是有什么样的进步。使用说明，还有快速上手指南，我们的防尘盖。不过呢，运送过程当中好像造成一些战损。对。不过呢，在看键盘之前，先让我们来看看配件吧。好，我们配件盒有什么东西呢？拔键拔周器，还有拆键盘的这个螺丝起子，无线接收器的延长 dongle， 还有附有2颗轴体。我这次选用的版本是这个阳极黑，然后是兰博轴，跟我名字有点像，这种叫博轴，兰博轴。其实也是属于他们 Learboard 比较平价的入门轴体，这样有些杂音这样子。不过呢，这成品键盘其实不到台币2000块，恢复这样的轴体其实也是无可厚非啦。USB Type A 到 C 的线，不过呢，我从来不会用这些东西，我平常都是用自己买来比较好用的那些。量产键盘附的其实都不是太好用。好，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键盘吧。噔噔，这是新的一把 HiBar SE Super Edition， 然后搭配的是这个极昼黑灰渐变的侧颗键帽，键帽高度是原厂高，材质就是一般的 PBT 双色注塑，然后是带那个透光的，它制服就可以透出来，这样。然后整个键盘呢是 CNC 阳极氧化的，表面触感非常丝滑细腻。配列的话跟之前的 HiBar 其实一模一样的，然后也是带了一个音量旋钮，然后上盖部分前缘还是这个方便打字的倒角。不过呢，由于这把键盘做了蛮大的改动的，个人强烈怀疑它整个换代工厂，因为它整个键盘结构也变得不一样。原本的键盘是那种上下盖的结构，然后现在换成这种天包地。因为之前的 HiBar 的问题就在于上下盖有那明显那个不对齐的状况，所以这次换了天包地就完全不会有这种问题。但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它前高会稍微高了一些。然后这阳极氧化颜色比起之前来说变得更加的黑，之前也是有那种灰黑色的感觉，然后这次是比较深邃的黑。然后背面呢一样是这个接收器的收纳仓 Type C 的出口以及这个模式切换开关。然后底部的部分算做了蛮大的改变了。原本的 HiBar 第一个版本是那个龙纹，第2个版本是换成那个铜钱。这个呢 HiBar SE 换成这个可以磁吸式的装饰，它有2面的，一面是这个灰黑色，但背面呢一律是这种红色龙。怎么说呢？他们还是蛮坚持他们的设计呢。颜色呢，其实真的不是很好看。然后转过来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，算是有设计啦。不过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第1个版本那个龙纹。然后原本的一些奇怪的部分，像是那个旋钮上的刻的字啊，都取消了。然后这次呢，旋钮的编码器也换掉了，刻度感也变得比较细腻一点。所以整体上看来呢，这把键盘只有正面这个配列旋钮有 HiBar 的基因，其他看来的话，其实我是觉得已经是完全是一把不同的键盘，把一些备受争议的设计给取消掉了，但同时呢，也变得更加的朴素，就是少了一点个性。然后这渐变侧颗键帽呢，也是量产键盘上会出现的，我是觉得跟本身套件的品质比起来的话，这键帽的话就有点一般了。看完外观之后呢，说实话，我是觉得稍显普通了一点。不过呢 Learboard 他们家的键盘主打就是一个声音 HiFi， 所以现在呢，让我们听听看这把键盘出场的声音表现。大家觉得这个声音表现如何呢？说实在，这个声音让我有点小小的失望。毕竟这个兰博轴是 Learboard 他们家基础的入门轴体，说好都可以，但是蛮多杂音的。对，可能是由于这把键盘填充是满的了，所以听起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棉太满了，把它轴体的声音整个吸掉了，所以我整体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少了一个味道。然后呢，这个键盘手感呢，我觉得比起自己的 HiBar 来说，还是稍微硬了一点，就按压的时候还是下沉空间不是太多。然后呢，这个键帽呢，普通嘛，对我刚刚说。键帽普通，这把键盘的整体套件表现跟之前 HiBar 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这个附赠键帽跟轴体，由于都是最入门等级，所以搭起来表现呢没有如之前的 HiBar 让我那么的惊艳。毕竟之前自己组的，用自己比较好的键帽、比较好的轴体。不过作为新手的第一把铝合金键盘，我觉得这个声音收获表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你体会过之前的语气舞啊或者乔气舞，这把键盘显得有点相形见绌了。所以总结上来说呢 ，Learboard 的 HiBar SE 就是一把换了壳的 HiBar， 插键盘是以成品的形式来贩售的，是可用的水准。
准，也把价格压到台币2000块之内。我相信呢，如果把轴体跟键盘换得稍微好一点的，整个呈现出来的效果会完全不一样。没错，所以下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就要帮这把键盘换轴换键帽。然后我这次所选用的轴体呢，是来自惠木星的风信子 V2， 它的罐子真的是非常好看。轴体呢也是这种淡淡的紫色。花了一点时间把它手工润滑一遍。键帽呢，为了搭配这键盘整体深邃的黑色，我选了这套那个 JTK 的皇家打字机。我们就来把这把键盘拆开，看一下它键盘内部构造，然后待会回来把键帽跟轴体一起换掉。让我们来看这把键盘可以展现出什么样的声音手感效果。好，我们把它翻过来，后面有6颗螺丝，好，我们就把螺丝卸下来吧。上盖呢 ，CNC 阳极氧化做得非常优秀，摸起来非常顺滑啊，然后重量也蛮重的，然后编码器呢也跟之前不一样，是这种哒哒哒的手感。然后比起之前进步很多的地方，就是在里面的线的处理。之前呢，我记得 Hi 8的时候，底部呢总共有5条线，现在浓缩成2条。好，可以看一下我们底部呢是2颗4000毫安锂电池，比起之前的 Hi 8，我觉得它底部呢变得稍微薄了一些。我个人觉得这就是导致它整个内胆下陷比较不明显的原因。对，因为底壳的空间变少了，但是呢，整个键盘的前高呢还是比之前高了一些这样子。然后一体式的细条 Gasky， 然后底部呢也多的是限位柱，可以跟底部的孔位做对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移除我们的轴体跟键帽吧。好，整个键盘都拆开了，只能说呢，这键帽呢就是一般量产键盘的水准档，出现在蛮多狼蛛啊、麦虫的键盘上。然后这轴体呢，蓝波轴，我个人觉得颜色蛮好看的啦，但是用起来感觉有点像是灰木 V4，就是比较入门的平价轴体。然后这大件呢调教的相当不错，跟之前版本的Hi 8是差不多的。定位板一样是 PP 的材质，蛮软的，只是有时候拔键帽的时候会一起把轴拔下来。然后就是我们的夹心棉，然后 ISP 轴下垫以及这个声优垫，单键开槽 PCB， 然后类抛软底面，对，都粘上去了，我就不拆了。然后它跟那个脉冲一样，天线呢是放在空格接下面，取消了之前天线窗的方式，下灯位单键开槽 PCB。整体上填充呢跟之前Hi 8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其实声音感觉起来是差不多的。好，看完之后呢，就让我们把这键盘进行改装，主要是换轴体的部分呢，把这平价的轴体跟这个一般的键帽板换成好一点的，并不是这2个东西不好，只是有点配不上的感觉。之后就让我们上轴上键帽，完成这次小小的改装吧。开始。键盘改装完成，刚打字起来声音手感真的相当不错，超好听的机械键盘。对，其实刚开箱之后，我觉得声音手感呢其实是真的不怎么样。对，上了一个比较好的轴体跟键帽之后，这个声音手感呢，我个人觉得是比与75还要优秀的，对我更加的喜欢了，我更加喜欢。然后呢，由于整体的设计比较朴素的关系，反而呢可以更彰显出这个键帽的特色，这样整个观感呢真的不输客制化键盘，就差在套件本身的设计实在是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这个名牌呢，我只能说是很安全，但是相对而言呢，我更喜欢之前Hi 8的版本。虽然说有争议呢，但是呢就是因为那些地方才觉得那个键盘跟平常键盘有哪些不一样。然后它有实体的模式切换开关，以及这个点石节奏器的收纳仓，虽然说会影响整体的观感，但是好用嘛，如果你常常携带的话。不过呢，我要说一下这把键盘的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改了结构，但是它的前高相对而言就变得比较高，打字上可能会稍微比较不舒服了一点。整个键盘成品大概是2000块台币之内，非常适合新手入门的成品铝合金键盘。好，以上就是这次键盘的开箱以及分享。然后这次拍片呢，跟以往的节奏其实不太一样，因为我这次使用的是一镜到底的拍摄方式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按下拍摄键之后呢，已经过了52分钟，我都没有按停，这样对。因为呢，有观众提出来说，因为发现我的有时候讲话讲太快，节奏有点太紧凑，有些地方呢会听得有点累，这样对。所以我今天采用不同的方式，希望可以更自然的方式去介绍拍这部影片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次的形式拍摄方式觉得怎么样呢？至少对我而言，可以省了蛮多后置的时间。拍摄其实蛮好玩，但是会有后置的剪片，真是超花时间的。所以用这种一镜到底的方式，看看能不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。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意见的话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。如果要编的话，也请编小了一点。对，
好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内容了。对，1个小时内结束，我觉得非常省时省力。然后今天是礼拜二，中秋节当天，明天要上班了，在这边祝大家中秋节愉快，事事顺心。我是就是爱，我是就是喜欢听键盘声的 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